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财商训练营。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财商课，今天的第11课，我们依然讲财商4大能力里面的第2大能力——财务知识。上节课呢，周老师给你们布置了作业啊，让你们画出自己的现金流量表啊，重新做自己的财务报表，让你们每个人都写出3家啊最好的那种创业型的公司，而且是给你股权的啊。我看到很多这个学生们写得非常好啊，华为啊非常对，华为的任正非先生已经把自己的股份从100%分到了0.8啊，剩下几乎分给全员了，几乎在华为是全员持股啊。有人说阿里巴巴啊，也有人填汇成啊，太棒了！对，你们要找这样的公司，一定有这样有格局、有境界的老板啊。当然了，在看你们财务报表的时候，我发现有问题了啊。什么问题呢？大家来看一下啊，收入、支出表。资产负债表，有人填报表是这么填的。就在昨天，我听了周老师的课，太好了，我就忍不住，我就报了老师的财商导师班啊！我未来要升级福布斯，我先报个26万8的财商导师班。然后他不是把他的报表的房子啊、车子啊啥的都写进去了吗？对不对？然后他就把这一笔也写进去了。他是这么写的：这个报财商导师班。26万8，给我写到负债栏了，你知道吧？给我气死了！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产就是学习，就是投资你的脑袋，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写到负债栏，这个一定要写到资产栏。还记得吗？罗伯特清崎先生学习了一个投资房地产的课程，而这笔收入给他带来了多少钱？给他带来了多少钱的收入呢？对不对？他在他写前几本书的时候说带来了上百万美元，后面就变成了1000万美元。那后来就据我所了解，那一定是过亿了。所以这绝对是资产。周老师有很多财商导师班学员，在报我课程之前，有做家庭主妇的啊，有在工厂上班的，也有破产的小老板。那慢慢的收入都完全上升了，所以这一笔一定是记在我们的资产栏，而不是记在负债栏。就是你搞不清楚啥是资产，啥是负债，所以你现在还是个穷光蛋。穷人之所以穷，就是错把负债当资产，错把资产当负债。他把咱的这个学习变成了负债，啊，他买个车，他给他写到资产栏，你这不就废了吗？对吧？所以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啊。还有一个同学在他的日精进里写到，周老师，你就上一堂课就讲那个清崎就买房那个空手套白狼那个案例，让我太震撼了。啊，包括你也说过，你也是通过这个赚到了第一桶金，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我难受，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太道德？啊，把人家3万块钱的房子买过来，他转手就卖4万，有点不太道德，我这一关过不了。我终于知道你为啥是个穷人了，这叫什么？这叫典型的穷人思维。你有没有想过，虽然那个房子价值7.5万美金，但是这个业主卖不掉，他非常急卖。啊，他非常缺钱，他的孩子生病了，他急需要钱救，而没有人买。这个时候，罗伯特清崎出钱把这个房子买了。虽然他只卖给他2万块钱，但是人家业主很开心，很感谢他。他相当于救了一条人命啊，朋友们，对不对？他把他登广告，然后把这个房子卖到了4万块钱。你知道买这个房子的夫妻找了很多家都没有找到这么便宜的房，对不对？市场价卖7点多，今天才卖4万块钱，而且这个装修啊，而且这个位置啊非常合适，所以这怎么能叫不道德呢？对不对？这非常道德呀！所以你们就有时候啊，就过于伪善，价值观混乱，就分不清楚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可以干，所以就导致你还在财务的泥潭里面挣扎啊！还是那句话，起心动念正，正法邪法皆可用。什么是骗子？今天我卖你一盒药，
这盒药吃不死人，它就是假药，我也没说这是真药，我就明说了跟你是假药，但是就有人愿意买，对不对？我没有用任何的营销手法，对不对？但是你吃了这个药以后没疗效，耽误了病情，我告诉你，我的福报一定减分啊！但是如果说今天我卖给你的这个药是个真药，你不吃你就会死，我即使用点营销手段把这个药卖给你了，我救了你一命，这也叫资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这个逻辑啊？就是你卖的那个东西，只要是真真正正能帮到顾客的，对吧？你用点帝王术卖给他，你是在积累福报。你那个东西是害人的，你就算不做营销，他自己愿意买，对不对？这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你也是在作恶。所以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啊，起心动念正，正法邪法皆可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财务知识的课程。啊，给大家看几张财务报表，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其实财务报表真的是太能看出一个人的问题了。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今天有一个人出门穿的是阿玛尼的西服，戴的是这个百达翡丽的手表，坐的是这劳斯莱斯的汽车。就如果说咱没学过财商的，没上过这一节课的，一定是富豪，对不对？好，但是上过财商课程的人就不一样了。我只看你财务报表，我不跟你说其他的。好了，这个人的身份是讲师他自己创业拥有一家公司，但是呢，他虽然自己创业拥有一家公司，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公司最大的业务员。所以这个时候，请问他的公司是他的资产吗？不好意思，不是他的资产。什么是资产？不需要我工作就能把更多的钱装进我口袋的东西叫资产。他那个公司不是他的资产，他那个公司就是他的一份工作，只是他在为他自己工作而已。所以说，在我看来，他还是主动收入他还是主动收入。他的主动收入，比如说他收入比较高他的这个每个月可以赚这个200万人民币。虽然他能赚200万人民币，他的支出一个月那要开销10万块钱人民币。赚到钱以后，开始买负债，买一台劳斯莱斯买一台劳斯莱斯买过来1000多万首付比如说这个300万，他欠银行700万，那这个车就是负债，而且这个车是不能买保险的，你知道吧？你随便一碰，小磕小碰，那都得10几万所以说这个车是典型的负债，加油保养费，然后呢一个换个雨刷都得10几万这个车是负债。因为买了这辆车以后，他的这个支出就不是10万了，是30万是30万，然后再加上这个车的贷款这个30万那一共就是60万然后他又买房，对吧？买个房享受一下买个房子。虽然说算是他的资产他这个首期100万一共买了一个1000万的房，贷款900万，但是实际上这个房子也是他的负债，因为他欠银行900多万，那这个支出也很高，这个支出可能再加个40万就是每个月100万的支出，100万的支出200万，100万的现金流。那这个人你们看起来还不错，对吧？看起来有房有车，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人就是没钱。为什么？因为我说过，这200万是主动收入。如果一旦这个主动收入没有了，那他每个月要还上百万的这个支出，这是非常高的。现金流一下子就变成了-100万，那这个人瞬间就破产了。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这是我们的一个真实案例这是曾经跟周老师一起在平台上讲课的一个老师的资产负债表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没有智慧的。为什么很多人学到最后就是买房买车买最好的车，一买好几辆，买完劳斯莱斯以后买宾利，买完宾利以后买保时捷，所以在我看来，他们的流量表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吗？就周老师这个咖位和周老师这个营业额，我告诉你们，我这个咖位我是整个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买劳斯莱斯教育培训行业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我把买
这个劳斯莱斯的钱啊，都变成了房产，都变成了黄金啊，都变成了这个保险啊，都变成了我的其他股权类投资。而且周老师会拿钱去捐希望小学，会拿钱去抗震救灾啊。去年这个河南洪水，我们捐200多万啊，然后亲赴一线去救人啊。那么很多人说，老师，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来，我们来看看我的财务报表啊，我的财务报表，因为涉及到这个有人会说炫耀，咱就不说数字了啊，咱就不说数字了。我几乎就是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跟大家讲，大家讲完以后可能都不相信，这真的，我的表格，其他的我不敢透露，但是能透露的我尽量给你们透露。我的负债是0，我真不跟大家开玩笑。我买房子一次性付款，买车子一次性付款，我买所有都一次性付款，我0，我没有负债，我没有任何负债啊。然后我买的房子一定是有租金的，我买的房子一定是增值的，要不就是买黄金，要不就是买保险啊，要不就是去这个投资企业，就我全是资产，我全是资产，我的这个现金流量表是这种形式的，会越来越有钱啊。如果说你看一下罗伯特清崎的报表，那就更牛逼了，人家都比我高一个级别。咱前几课讲了，对不对？周老师认为财商最开始是2个境界嘛，对不对？一个是什么钱？一个是挣钱，用手去跟别人争啊。后来呢，周老师认为境界更高一点，叫赚钱，对不对？周老师在这个级别，但是这一次咱解读了罗伯特清崎富爸爸系列课程，发现他认为巨富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巨富真正的财商是教你什么？是教你印钱。所以当周老师在投资房产的时候，罗伯特清崎在投资什么呢？他在投资房地产公司。当周老师在买黄金的时候，罗伯特清崎在投资什么呢？他在投资金矿。啊，当周老师在买石油公司股票的时候，他在干嘛呢？他在直接收购油矿，啊，他完全是在制造黄金、制造石油、制造上市公司，那这个级别就更高了啊！为什么人家能够对吧？从这个0啊，没有从父亲这里继承1分钱，然后到最后变成100亿美金的富豪啊！美国总统特朗普那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他的学生，跟他一起写书，他写书，特朗普亲自给他写序。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因为他的报表是这样式的。